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爱福林。端午节即将来临，用渐层颜色的毛线编织出美丽的图案。今天爱福林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渐层的三角形花片，将它拼成粽子的形状，圈数少的可作为一款吊饰，挂在窗前摇曳生姿；圈数多的花片则将它作为一款手拎包，别具一格且独特。让我们一起来购置它吧。你可以依照需要选择线材，4股牛奶棉搭配 3.0 毫米的钩针，而5股牛奶棉则搭配 3.5。你可以按照喜好准备不同的颜色，而其他的材料工具可以依照材料表来准备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影片所列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使用第一个颜色环心起针，第一圈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将这个起立针视为第一个长针，我们将它放上记号扣，接着2个长针，2锁针，接着重复中括号的内容2次，4长针以及2锁针，最后再1个长针。第一圈结束，我们稍微收紧中间的线圈，不用收得太紧。接着引拔在起立针上将头尾相连，我们将最后1个长针靠近3锁针这个起立针，这样这个织片就会以2锁针的空间作为三角形的角，而相邻的4个长针作为三角形的边。第二圈我们以3锁针起立，同样将它视为第一针长针，我将它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我们会在上一圈4个长针的正中央钩织花样 A， 花样 A 的第一个长针已经钩好了，而长针则在4个长针中间挑起针的环钩织。将钩针穿进起针的环，钩织1个长针，接着再穿进4长针的正中央，钩织1个长针，这样是一组花样 A。 接着上一圈锁针空间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长针挑起整个锁针链钩织，而长针则在对应的位置挑起针的环钩织。这样完成小括号的第一个花样 A， 接着2锁针，再一组花样 A， 这样是一次完整的中括号内容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在4个长针的中央完成一组花样 A， 而锁针空间完成小括号的内容，按顺序完成这一圈。第二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下一圈我要换色，因此我先断线。我们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后方，接着用下一个颜色重新起线，将钩针穿进3锁针的右方，也就是2组花样 A 之间，重新引下一个颜色的线。引线之后钩织3个锁针作为1针长针，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针目，我放上记号扣。接着我们钩织一组花样 A，
花样 A 的第一个长针已经钩好了，而长长针则钩织在第一圈的2个长针之间。将钩针穿进第一圈的2个长针之间，挑起针目的头部，钩织长长针。再回到上一圈3锁针的右方，钩织长针，完成一组花样 A。接着继续在下一个花样 A 之间钩织一组花样 A。这一圈在每个三角形的边会完成2组花样 A。接着越过上一圈的一组花样，会是上一圈的2锁针空间，也就是三角形的角。我们在锁针空间钩织小括号的内容，一组花样 A， 钩织长长针时，在下方对应的位置挑第一圈的2锁针钩织。接着小括号的2锁针，再一组花样 A。 锁针空间的这2个花样 A 的长长针会是挑同一个位置钩织。这样完成一组中括号的内容，三角形的一边以及它的一个角。接着继续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在上一圈的花样 A 之间钩织花样 A， 锁针空间钩织小括号内容，完成三角形的另外2个边和角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长针，也就是3锁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4圈，我们从上一圈的第一组花样与最后一组花样之间开始钩，先3个锁针作为花样的第一个长针，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针目，我一样放上记号扣。接着花样 B 的外钩长长针，挑上上圈的长长针钩织。再一个长针钩织在上一圈的花样之间，完成一组花样 B。 接着我们移到下个花样之间钩织花样 B， 这是第2组。花样 B 的外钩长长针都是在上上圈挑对应位置的长长针钩织。接着第3组，在这一圈三角形的边一共完成3个花样 B。 3组花样 B 之后，接着在三角形的角，也就是这个锁针空间钩织小括号内容，一组花样 A， 2锁针以及一组花样 A。这样是一组完整的中括号内容。之后一样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在每组花样之间钩织花样 B， 而在锁针空间钩织小括号内容，重复钩织完成这一圈。而结束时也是引拔在3锁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5圈我也是要换线，因此我们断线，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后方，
在第一组花样与最后一组花样之间重新引下一个颜色的线。引线之后，3个锁针作为第5圈第一个花样 B 的第一个长针。花样 B 的外钩长长针在对应的位置挑外钩长长针钩织。第5圈的钩织方式如同第4圈，只是在三角形的边多了一组花样。我们会在每组花样之间钩织花样 B， 而在三角形的角，也就是锁针空间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3次。我们按文字简完成第5圈。因为要钩织一个小吊饰，我选择钩织到第5圈。第5圈最后一个花样结束，断线。我们利用缝针穿进第2针，也就是外钩长长针的针目。接着再穿回线头的底部。这样画片的边缘就比较整齐一致。最后将线头在背面打个结以固定。接着我们收紧一开始环形起针的这个线圈，将中间的缺口收紧。这样这个三角形的渐层花片就完成了。我们钩织4个这样的花片，将其中一个花片的3边分别和其他花片一起缝合。先将2个花片背对背合起来，接着从三角形的一角重新引线。引线之后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从锁针空间开始，将2个花片相应的针目合并钩织短针。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三角形，每一边结合一个花片。而每一边的短针钩织到下一个锁针空间结束。接着三角形的第2个边结合第3片花片，也是从锁针空间开始，沿边钩织短针缝合一个边。接着是第3个边，我们加入最后一片花片缝合，也是从锁针空间开始，沿这个边钩织短针。现在4个花片已经相连，接着我们继续沿左侧，将相邻的2个花片的边，按照影片中所示的位置，继续以短针缝合这2个边。沿着这2个边缝合结束，我们可以先在锥形的这一个角引拔，接着断线。此时还有一个缺口没有缝合，若是作为一个吊饰，我们可以先将它填入填充棉。若是钩织尺寸比较大的包包，那么你可以在这一侧开口缝合拉链。因为这个是吊饰，接着我们从锥形的角重新引线。引线之后一个锁针起立，之后仍然以短针将这个开口做缝合。这个开口缝合之后，花片就完全结合了。若作为一个吊饰，我们可以继续钩织锁针链到需要的长度，作为它的挂绳。钩织结束，挑起锁针链的底部和锥形的角一起进行引拔。接着断线，藏好线头，这样这个美丽的渐层粽子吊饰就完成啦。你可以为它加上珠子或流苏作为装饰。你也可以依照需要，按照每一圈花样的增加规律来拓展这个织片，钩织大一点的花片，将它拼成一个手拎包，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